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月半直播，掌声鼓励一下！哇，现场来了将近500多万人了，500多万人，安内也惊不？哦，就惊！哦，就惊啊！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端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诗诗。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叫马诗诗？因为呢，你叫马端端啊？哦，是这样吗？对啊。好，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马端端吗？不知道。因为我以前胖胖的，现在就比较瘦，所以人家都叫我马端一端。端一吗？好，不好笑，没关系，没关系。现场500多万人笑出来，好，没关系。OK。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当网红直播，开不开心？好开心。我们真的是网红吗？你知道吗？有人认识我们吗？有啦，500多人。你看，你刚还没开始就600人了。哦。还没开始就有600人在等待，兴奋，吗？但不是为了我们2个而来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庄严一点，因为等一下要介绍马经理出来。是。所以呢，今天在开始之前，姐弟难得啊，同台，所以要来测试一下姐弟的默契大考验。默契，我们有默契吗？等一下就知道了，对，好不好？来，请 DJ 请下题目。诗诗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3、2、1，请作答。彩色。为什么是彩色？因为我喜欢彩虹啊。你问的颜色应该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为什么叫彩色？因为彩色，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颜色啊。哦，好，没关系，这一题我觉得怪怪的。好，下一题，好不好？下一题。好，第2题，马诗诗最喜欢上山还是下海？3、2、1，请作答。下海。为什么？因为我喜欢海边，海边让人家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可是你不是喜欢爬山吗？但是我如果说要放空的时候，我会选择大海。爬山也可以放空啊。爬山很累。哦，好，好，第3题。我觉得我们姐弟真的没什么默契，好不好？这没什么默契。好，第3题，马诗诗最喜欢的花是什么？3、2、1，请作答。康乃馨。又不一样。为什么叫茉莉花？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然后我就从小就觉得哇，有妈妈的感觉。我觉得是你自己想唱歌。是。我觉得是你自己想唱歌。好，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刚前3题都没什么默契。好，没关系。今天就来看你到底了不了解你弟弟马端端，好不好？好。来 ，DJ 请出。好，第1题，马端端的专长是什么？3、2、1，请作答。小朋友。说笑话。说笑话。对啊。我是很严肃的人。你确定？我确定。你都笑出来了，你确定？其实我真的是很会交朋友，你知道吗？所以我朋友真的非常多。但讲笑话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算了，也可以，好不好？好，直接进入第2题。好，第2题，马端端最喜欢做什么？3、2、1，请作答。开车。做梦。啊，开车？对啊。你常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带着小朋友就走，我们去兜风，然后就开车出去啦。我就觉得你好像很喜欢开车啊。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在家管小朋友真的太累了，上车空间变小，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抓他们。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做梦吗？为什么？因为告诉你，因为有时候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很多的答案，会有声音告诉你，指引你方向。所以如果你以后什么声音？海哭的声音。这个段没有蕊，不要乱问，这个会。要不是这个弟弟他会讲笑话，这个真的是卡住了。你喜欢冷笑话不是吗？好了，也可以。Okay. 但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做梦吗？不知道。有时候你真的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去做梦，会有一个声音指引你一个人生的新方向，知道吗？好，从内心开始出发。好，第3题。好，第3题，马端端是什么星座？3、2、1，请作答。金牛座。不是。不然是什么？什么都想为你做，掌声鼓励一下。你说这个不是冷笑话是什么？不要浪费时间。撩妹。这个叫做时代的语言这个年轻人就最喜欢撩人，好不好？撩人。所以第一次撩自己姐姐也是蛮特别的，还在这么多人面前撩，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好，但是没关系，今天这个只是叫开场，因为原本是怕人数太少，要先让人慢慢进来，没想到一开始就已经破1300多人。真的假的？本来我很紧张所以直接进入今天重点，来问马经理的3道题目，对，好不好？来看谁最了解马经理。来开始。好，第1题，马经理最爱吃什么？3、2、1，请作答。花生。蛋糕。为什么叫花生？因为他每天只要在外面办到回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就是马上把花生的盒子转开，开始吃花生。真的吗？真的连孙女都已经会学了，有一次还学得非常的像。那你学一次。不要，不好看，不要，太多人。好，没关系。那你知道为什么马经理喜欢吃蛋糕吗？不知道因为马经理喜欢仪式感，
只要每次过节过年有人生日，连隔壁对，邻居生日，他都想买蛋糕回来庆祝，而且有这么要吹蜡烛，夸张吗？他应该是喜欢看小朋友吹蜡烛，而且还看小朋友许愿。对，你知道为什么吗？童言童语，好不好？他就喜欢看小孩子到底最近学了什么新的词汇，想要来瞪一下。对啦。所以他想要看一下小孩子什么时候成长，但他真的喜欢吃蛋糕，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好，第二题，马经理最会煮什么？3、2、1，请作答。泡面。为什么？因为呢，每次呢，我发现只要我们家没有水饺的时候，马经理就会马上搬个10包、20包回家，我常常都会惊到这个数量。不夸张。我就问我妈说，为什么爸爸这么喜欢带水饺回家？为什么？因为爱吃吗？除了不用计数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做笔记。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呢，他以前跟在前人老的身边，前人老都说吃水饺就是住脚，所以呢，他可能已经传承了这个前人老的习惯，他就觉得说有水饺才有安心的感觉，所以就把这个水饺带进了家里面，对，然后分送给大家，就把这个精神往下传就对了。对，就是所以他喜欢吃。那讲到水饺，你会想到什么？3、2、1，水饺汤。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喜欢喝水饺汤。可是里面只有面粉欸。因为他说，他好像有一个说辞吧，原汁化原食哦。是吗？对啊。好，这个等一下来亲自问一下马经理，为什么喜欢吃水饺汤？非常特别。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他喜欢煮泡面吗？在我心目中，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吗？他有时候3更半夜才回来，有时候回来都11、2点，甚至有时候出国回来都半夜2、3点了，他舍不得叫家人起来煮吃的，然后家人又没有准备晚餐，因为放到晚上也会坏掉嘛，他就习惯自己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泡面打开煮，煮完就自己吃，吃完之后很满足了就洗个碗，然后就放回去就去睡觉了。所以你看哦，经年累月长期下来之后，他煮水饺的，他煮泡面的一个技术是全家最厉害的，好不好？有空你确定吗？你确定？不要闹鬼，他有提过不要给他闹鬼，我很确定。OK， 好，接下来第3题。好，第3题，马经理除了办到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3、2、1，请作答。崇德园。永和豆浆吗？不是哦，他也很爱永和豆浆，没有错。但是不是那个永和啦，永和因为是我们奶奶家就在永和，去看奶奶。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常常的陪在奶奶身边，所以呢，我发现他只要假日有空的时候呢，到场没有事情，我问说爸去哪里了，我妈就说台北，然后我就觉得就去台北了，非常的就是让我很觉得哇，他真的很孝顺，真的很孝顺。那你知道吗？马经理为什么会去崇德园吗？也是因为对前人老的孝顺。没错，因为其实这几十年来，其实马经理每一天只要有在国内就会去崇德园签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前人老还在世的时候，习惯陪着前人老吃早餐。对。所以前人老归空之后呢，他一样这个习惯改不掉，一样抱着对前人老的思念，每天就这样子去崇德园陪前人老聊聊天。而且你知道吗？就连刮风下雨、台风天，他一样会去。我知道啊。所以你看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台风天一到，我们早上就会看一下今天台风天气如何，我们都会同时在群组上打什么，注意安全。对啊，那个路速可能都会倒下来。对，因为以前不懂事都会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很危险，那个风后来后去恐怖。可是最后长大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他的一片孝心啊。没错，这个是不能够撼动他的这个去崇德园的决心。没错。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爸爸怎么样，很孝顺，真的很孝顺。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孝顺？因为他怕我们不孝顺。不是，没有啦，这个没有。真的，他能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当然开玩笑啦。我们也很孝顺。我们还在学习孝顺的这条路上。没错。所以就把爸爸当做榜样，好不好？以后也是这样子，照三餐问候。对，可以。这样他不会失望。可以。好，那这个默契大考验，把赖要开哦。好。常常看一下。好，没关系。今天呢，这个3题答案，等下就直接请马经理来公布答案就好。我们有默契吗？就看他比较爱谁了。OK， 看他比较爱谁。哇，姐弟要争宠一下。OK。好，来问你一个问题。好啊。从小到大，你看爸爸妈妈这样子抚养我们，那到了现在，你自己当了爸爸，自己当了妈妈。对，我是妈妈。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又有家庭，那请问一下，这一路走来，你对父母亲的那个感想，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感触良多啊！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知道说带小朋友很辛苦嘛。那如果今天我的另外一半一直都没有在我的旁边，一直都在外面奔波忙碌的话，那我觉得我的婚姻还经营得下去吗？
可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老公，好不好？相信老公。OK。但是呢，我爸爸他其实就这样子的人，我们从小他就都不在家嘛，他会跟前人老去办道，那就让我知道说，哇，爸爸真的是一心向道啊，他的这个决心，他的愿力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就让我觉得说，道真理真天命真，那我们也都非常长大了都非常支持他这样子做啦。但是事后想想也是觉得妈妈很伟大，妈妈就这样子一路把我们辛苦这样带起来。我自己当妈妈的时候，就这点让我觉得非常深刻，印象深，应该说就是非常感触良多。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以前就有那种恶作剧电话，然后那时候就也不发达。那有时候半夜，你知道马经理出国的时候都会出国3-4个月，对，那有时候天天半夜2-3点就会固定接到奇怪的电话，对我有印象，打来骚扰。可是妈妈好像也不太会害怕，打电话就骂了对方，就把电话挂掉。那他真的不害怕，看得出来我妈会骂人吗？但他是长大之后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怕我们害怕吗？会害怕，睡不着觉。所以妈妈真的是蛮伟大的。真的，什么好好的，母亲也快到了，对，好好孝顺一下。对，记得买个大蛋糕，因为爸爸喜欢仪式感。好，OK，没问题。好，换你问我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很难忘的事情吗？其实生在这个家庭有没有，就是大化家庭。那其实大家都知道马经理喜欢办道，那其实小时候其实对办道真的不了解。那有时候出门的时候要上学，妈妈爸爸去哪边了？妈妈说什么？去办道了。下课回来的时候，妈妈爸爸去哪边了？哦，爸爸去办道了。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妈妈爸爸去哪边了？总不来吃饭？哦，他还在办道。甚至有时候回来啊，爸爸在家，赶快陪他吃个饭。刚坐下去夹个菜之后，爸爸就起来了。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他说我要去办道。这个办道，哇，这个真的是把办道啊，真的是放在自己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地位。所以直到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课堂的作业，就要调查，请问一下父母的职业是什么？哇，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旁边的都写得很快，律师、医师、厨师等等的，什么都写了。我就不知道我爸爸到底是什么师，你知道吗？结果我就想一下，啊，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闪到一道光，爸爸职业叫做办道，职称叫做什么？职称叫做不是，职称叫做经理，我就叫经理。所以这个考卷啊，对，一个办道，职称叫经理。然后我就把这个考卷就交出去了。结果老师因为是第5年级嘛，刚带我们这一班，他们都不认识我们，他就大家说好下课。有个人很奇怪，叫马瑞阳的请出来，我就把我叫到后面去。他说马瑞阳，那个什么叫做办道？你爸爸职业叫办道，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哦，办道哦，就办道，就办道，不是吧？是办道，办道是什么？老师活了50-60岁哦，没听过叫办道的职业。老师，办道真的是办道，就你知道吗？很巧，我们那班有个新的女同学啊，她也是道化家庭的，她听到这个关键字之后就跑来后面，老师，我知道办道是什么，办道就是办道啊。老师整个傻住了，他以为这个马同学怪怪的，怎么连旁边这个林同学也怪怪的？难道是我很奇怪吗？为什么这两个都知道什么叫办道，你却不知道？然后那个女同学说，老师，办道就是板德啊，板德就是办道啊。就老师说啊，你写错了啦，龚金呐，以后你不要写办道，你要写什么？你要写办桌啊，好不好？写办桌，好不好？哦，这才是你爸爸真正的职业，连爸爸职业都不知道，以后都不会写了。中破塞，你爸爸是厨师，做厨师。我说不是啊，老师是办道。你不要再问，你不要再讲，你回去。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就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我们家爸爸到底在做什么的？难道真的这么奇怪吗？说办道了，爸爸却不，老师却不知道。妈妈说没关系啊，你说办道了，老师不知道很正常。那我以后要写什么呢？你有写商人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商人，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写爸爸直接就说商人。从国小5年级开始到国中、高中、大学，都没有人再问过你这个问题。但是有一次，国中老师问说：“商人，请问你爸爸为什么常去国外做什么？”我却不会回答。妈妈去告诉我说：“你不会说爸爸事业做很大哦。”我说：“对，有道理。”所以从国中开始，我爸爸是一个飞往国际的商人。事业做很大，事业做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妈妈也是非常有一个智慧，对，好，那接下来呢，准备要进入主题，因为马经也在旁边等的啦，我在旁边等的。那今天要介绍就是有想法就会有做法，那你知道吗？人有分5种，
哪5种啊？就快速讲解。第一种叫人渣，是第二个叫人员，第3叫人手，第1个叫人才，第5个叫人物。人物？那你知道能够掌管这4种人的人叫什么吗？人物吗？就是人物，你知道吧？为什么人物他能够有影响力、有带动力？对，甚至他有想法之后会把做法丢给你，让你去执行步骤。他只要把话讲出去，按一个按钮，大家就会自动作业。所以其实一个人物啊是非常不简单的。那我觉得马经理其实基本上，在我心目中他也是1号人物。所以你觉得马经理在你心目中是怎样的人物呢？1很会办号人物，很会办到1号人物，好不好？很会办到1号人物。那其实今天呢，其实我们时间也很有限，对啊，我们就不要耽误马经理的时间。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有请马经理，掌声鼓励一下。好，大家好。那么这个直播啊，比正式上课还热闹，还热闹。那么看到网络上啊，大家都在等待，也好久没有见面。疫情让我们大家有所距离，却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更感人的一面。疫情让我们都在家里有点时间自修，国与国之间也不能够往来。所以在疫情当中，很多人就问，那么在疫情当中，道场都办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就在借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2个身份，这2个身份呢，能够检视我们。第一个，我们到底是要做罗汉，还是要当菩萨？疫情当中，为什么用一个罗汉、一个菩萨来跟大家做说明？在过去我们所认为的罗汉，大就是在深山古洞修行，他可以修到一念不生，要做到万念不起，做到生死断灭。以目前来讲，我们这些修行者，他不容易做到罗汉，因为大家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深山古洞修行。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办道人，每一个人手机不离手，哪里有机会做罗汉呢？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唯有在疫情当中，我们应该效法菩萨的精神，走入红尘世上，关心更多的众生。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这个手机是做什么事的？在我们的人生来说，这个手机啊，让我们关心我们的道经；这个手机啊，让我们联络更多的事情；这个手机啊，让我们能够与全世界，不论时空啊，不论你在各国各地，我们大家彼此能够关心。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啊，不要只有疫灾啊，却没有道情。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开一个直播，也借机会啊，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来跟各位在座的前贤问候一下。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崇德人办道的勇士，学菩萨的精神，走入人间的社会，这应该是我们彼此期许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大家，不过我们不论在时间，在哪一个时间，在哪一个空间，请大家给自己按个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当菩萨。各位在座的道切可以吗？啊，可以哈。所以我听不到你们，你们看得到我，没有关系，按一个赞，拍一个手。我们是我们崇德的菩萨行为代表着上天，代表着道场，化身为千百亿化身，走入人间的每一个角落。在座各位的前贤后学也在这段疫情当中啊，有很多的感触。为什么感触呢？有人积极的办道，有人却因为很多的借口。今天这个主题啊，也刚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有想法就要一定有做法，但想法一定要正确，做法才不会有偏差。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看多少的人没有办法出去行宫疗院，多少的人因为环境的关心没有办法出去的做我关心我们的道亲。但是有多少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打开他的手机去关心他的道亲，
他可以打开他的手机，他无远弗届的超越时空，到各国去神游，去跟各国的道亲大家问候一下。但是却有很多的人因为疫灾当作借口，因为疫情保护自己，他忘记了他要当菩萨，他只做自己罗汉的身份。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想到了一件事情，在过去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的前人，在1948年，也可以讲在民国36、7年那个阶段，你看在那个阶段的老前辈们办道是多么的辛苦，他们永远都是在枪林弹雨当中啊，真正不为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众生是否能够离苦得乐。在那个大江南北的环境下，枪林弹雨，在那种战乱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前辈却能够牺牲奉献。所以我们也从这边可以看到，疫灾应该让我们学习，更凸显前辈们的这份为众生不离不弃的精神。所以我们都应该学习，我们疫灾学习好保护自己，也关心别人，但是却不能够因此而怠惰，也不可以因此理由总是找借口，让我们走不出去。所以后学个人就有很多的感触，走出去的我们大家关心道经，走不出去的希望借用大家彼此的鼓励，不离不弃我们所有的众生。也因为在这段疫灾当中，后学也飞不出去，你们也走不进来。海外的各位道亲，在线上的新加坡、吉隆坡、阿罗斯达，包含泰国，包含美加各地的各位道亲，包括印尼，我们来自还有南宁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虽然飞不出去，但借用今天的科技，我们在一个时间，却在不同的空间显示出菩萨的所说的一句话：分身千手千眼观世音。所以也应着这句禅宗所讲的这段话：千江有水千江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直播，后学也是学习了。我讲课不会紧张，直播反而会感觉到看到你们好像都要听什么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来做一个今天的主题介绍。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在不同的空间，该所有的各位前贤问候一下。第一个图表要跟大家介绍的，那就是只有想都是问题，去做才是什么答案。不只是想法，更要有什么做法。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的问题都出在只会想，却没有人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出在想了很多，却没有人愿意去做。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先谈的第一个主题。在座各位的前贤，30多年前，当我们上福山的时候，我们最敬爱的白水圣地老前人健康之莲，那一年到了福山，老人家竟然在厕所里讲了一段话，因为刚好这个所谓的马桶不通好多的前贤都说：您老，赶快找水电工来挖开来赶快来处理，不然这个污水都要淹出来了。很多人说：您老，赶快来通一通就会通。但是很多人都在讲，但是没有人下去做。很多的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可以当下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晓得水管不通，一定要有水电工来通我们也晓得水管不通，污水管不通，大家赶快去拿一个东西来通一通结果老前人笑一笑说：你们都会说，你们都没做，我自己来吧。你看老前人就卷起了袖子，亲手用手亲自在我们大家后学们的面前，亲手就把这个袖子卷起来，一双手就伸去到污水的水管里，抓出一些阻塞的乱东西，通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幕，就真正看到一个前辈的德行。我们竟然在那么多后学们这么多，在老人家的身边，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却没有人想到当场只要把袖子卷起来，手伸进去，直接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拉出来了。但是老前人示现的就是我做给你们看，你们想了很多的方法，不如我当场直接抓出来做给你们看。所以在座的各位，所以后学台讲，不要只有想问题，去做才有怎么样真正的答案。我们今天不论在任何的环境，
每天都想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想出来的是困扰，还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困扰中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在哪里？去做就好了。所以今天开直播是怎么来的？大家跟后学开玩笑说，经理，你要不要来做一个录影？我说录就录嘛，有什么？我就是简单一句话而已哦，就没事了。我们的这些同学就很用心的去做准备，准备完之后，有一天要开播了，还有5、6天要开播了，才说经理把你的 DM 做好了，全部发出去了，我才晓得，我只是说一说，他们就去做了，所以他们要去做，真正去做，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直播。所以后学就要说啊，想问题很简单，但是却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让我们能够想，也要能够做，所以才有这张图卡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所以不是只有想问题，而要做什么？而需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第二个呢，想是开始，做才是什么关键。很多人就像刚才后学说的，想没有人做这个主题叫做想是开始，我要开始想一些什么事，关键是你想完之后，你有没有去做，这才是最后的关键。从这边讲2个例子啊，来跟大家做说明。921大地震，大家都应该很清楚。921大地震，921大地震现世的是我们不修行菩萨他老人家一生真正的感人的德风。921大地震那一年叫做9月21号，9月20号那一天我们是从新加坡回来呀，我把后学们随驾着前人从新加坡那一天回到了台湾，也已经再回到台中10点多了。9月21号的那个行程叫做上福山，要去跟老前人拜节，也就是我们每一年前人都带着我们，老人家在健康之年，我们上福山向老前人拜节，老人家白水圣地，老人家佛归本位，前人老也会不忘本，带着我们后学们回到福山跟老前人叩墓。所以921的那一天从新加坡回来。就是隔天就是要到福山去拜节，结果9月21号的凌晨1点47分，发生了台湾史上最大的大地震，叫921大地震。老人家真的很怕地震，震完以后，老人家就上了他老人家的车，就到了空旷地方，在车上里面休息。那几天的晚上，老人家都是在车上休息，没有在自己的所谓的住所里面所谓的安稳的休息。这个时候921的那一天，不论是来全世界各地的道场，崇德的各国众后学，关心着我们最敬爱的前人，都打电话对前人说：您老，赶快来新加坡，新加坡最安全。您老，赶快来吉隆坡，吉隆坡是您老可以来的地方，没有地震。您老，赶快来我们各地，不论是北美各地，都在邀约着我们前人，希望能够到当地去躲一躲我们现在台湾非常不安稳的环境，都是在余震，都是在地震当中。前人老就在921那天晚上，对着后学们每一天都在开救灾会议。前人老就说，在结关中我看到了我的后学们对我这份真正的一份用心，这叫做情谊，关心着自己的前人，在环境危难中没有忘记自己前人处在不安的环境里，大家都好意让我能够出国，不论是到新加坡、到各地、到马来西亚、到北美到美国，都是一个很好可以的避难所。但前人老讲了一段话，让我们随驾在身边的众后学们永远感动到，真的看到前人的德风。前人说，在台湾的我的众后学都在苦难中，都在结关里。我要这个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后学，离开了台湾，我不论到哪个国家去，我再回来的时候，我这个前人会让人家尊敬吗？在苦难中我离开了我的后学，在安稳中我才回来跟我的后学们相处，我还是可以让人家尊敬的前人吗？我要留在台湾，跟我的众后学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所以我哪里都不去，我要留在台湾。那就是当时候前人老看到的
我感谢我海外的所有的候选，我感谢海外所有的道场，在结关中啊，他们对我这份的情谊。所以在座的各位的前贤们，在座各位今天我们崇德的以及所有的各界社会贤达人士，那就是可以想啊，我可以想出去，但是想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回来之后有人尊重吗？回来之后有人尊敬吗？老人家想什么？他想要与台湾的众候选在这块的苦难的土地上，共同在一起努力啊！大家在，我在，大家苦，我跟大家一起做。这就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有想着自己，却忘记了别人。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做。要回想民国80年，也就是1991年，那一年的秋季老母大典，就是我们天元佛院3星宝塔的落成。老前人那时候也是在一个健康之年，民国80年，西元1991年的秋季老母大典，恭请老母到坛结缘。那一年的秋季，下个礼拜即将到东南亚巡回，所以即将到新加坡、到吉隆坡、到阿罗斯达，我们还要到泰国。结果在老母开坛结缘的时候，竟然对着我们的前人健康之年说：“哎呀，今年的东南亚有难，最好不要去东南亚，改变点行程，千万不要去。”所以当老母批完这段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关心前人的行程，大家都讲老母有令，今年的东南亚有变，是否可以不要飞出去，就留在台湾就好。所以很多人就打电话要后学打电话给前人哦，大家都不要打，叫后学打。我说你们打了，你们打。他说你胖胖的讲话比较好听呢，你打没关系啦，前人喜欢听你讲话了。然后后学就真的就打电话也关心前人，我们还东南亚行程走不走？后学拿起电话，才要打电话，前人就打电话进来了。马家驹，你看到新闻了，还去吗？老人家问哦，还去吗？后学要说去吧，心里怕怕；说不去嘛，又讲不出口。就在刹那中1秒钟内，老人家一句话都没让我们回答，就直接讲了一句话：你们前道都不要去，你们都怕死。老母考验一下我们的心智，你们就好像退却。好，你们都不要去，我一个人去就好，我不要让我的后学失望。前人不来了，你们都不用去。啪，电话就挂断了。那时候后学就赶快又回电话，领导，我们没有说不去，我们要去。前人讲好，要去就一起走，我们就飞了。当决定要飞的时候的行程，老人家也想到了很多天意。要到新加坡，就转到最后一站；要在最后一站要去阿罗斯达，那就先飞阿罗斯达。整个行程一样照飞，但他行程逆着走。当老前人晓得了我们的前人，那一年还是依然决定带着几位候选，还是要到东南亚去。民国80年，1991年，老前人心中没有讲任何话，想着就叫三才，拿了几个柿子，我们刚好是6个人出门，6个人出门就拿着柿子交给大姑，跟大姑说，跟你们大姑讲，事事平安事事如意，一个人就一个柿子。那一年的出国，大家都想着前人为什么要出国？那前人就想着，你们想不出国，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做给你们看。我以身作则，去看我的东南亚的好候选们，你们可以不去，我一定要去。顶天立地的愿力，惊动什么？愿力可以撼天地的，所以老人家就飞。但在老人家在那一天在机场看到崇德的那一天的众候选送机的特别多，好像是心中也是怪怪的吧。老母说不要去，我们前人偏要去，所以大家好像是来送行，却带着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来看我们，对不对？是祝福吗？还是来做最后跟前人老看一眼的感觉的？我们那一天我们这一行走出去也怪怪的，大家这么多人来看我们，是来祝福的人，还是来真正什么送行的人？这个搞不清楚了。前人说没有关系，
他们也是好意关心我们，我们就跟他们挥挥手，说再见，说再见，我们就走进去。走到候机场的时候，前人老就拿出柿子，一人发一个给我们吃，吃了吧。然后人家送的是个柿子，及这个谐音叫做怎么样？事事如意。我们在那一年的1991年，民国80年东南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人家亲自带队，我们竟然就在那一年，老天对我们一点点的所谓的心智考验，老人家带着我们走过难关。就在那一年，是创下东南亚道场最红展的一年，道务全面的翻倍，道务全面的发展，人才全面的辈出。所以前人老离开了东南亚最后一站，回到了台湾，对台湾的众后学说：假设我这次没有去，是不是就看不到我们崇德东南亚的全面发展？好在我去，但是我却带着大家对我的祝福，我也没有辜负上天，我也没有辜负东南亚的众后学对我们的期盼。所以前人就讲一句话：唯有走出去，才能够协助众生；唯有跟众生站在一起，才可以真正了人间的愿力。所以在座的各位海内海外所有的各位前贤，想法都很简单，做法真的不容易。想得太多很恐怖，去做了，一切难关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在当前的这个社会，不是想太多吗？却做什么？做太少。所以后学都会以前人这个例子呢，来跟大家什么？来跟大家做勉励。在座各位的同学，有一句话，用现在一句话跟大家接个地气，大家都想瘦，不要太胖，对不对？都想瘦，但嘴巴天天都在享受。所以怎么瘦？各位前贤，请问怎么瘦？要瘦，却嘴巴还在享受。我们都说身体要健康，一定要运动，每天都说要运动，却没有人起来运动，只有想没有做，所以胖的人继续胖，不健康的人继续不健康。哪一个人不想标准的身材？就是没有办法让口欲的享受，让他怎么样？所谓的节制哪一个人不想健康？就是知道健康，没有人去做。所以我们用这2句话呢，来把这段话把它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结语。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想到很简单，做到才是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在视频前面的所有的各位前贤，如果你有认同想法很简单，做法才是关键。学习老前人前人的这些做法，那你轻轻在你的手上拍3下手，代表你有认同。只有做才是办法，拍3下拍3下。那才是真正给自己怎么样最重要的鼓励。在座的各位的前贤，或许也想再用一个图表来跟大家做介绍。没有怎么样，没有做不到，只有什么想不到。想得到，一定才能够怎么做得到。但是很多人是想到，为什么做不到？那就是决心的问题。为什么想到做不到？决心的问题我们都哪一个人不想大雾红展？哪一个伙食团不想大雾红展？哪一个道长不想大雾红展？只有想做不到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地方在疫情当中没有办法大家去给人家开智慧，没有办法到各佛堂去给人家办道？但是为什么就有很多人有办法预约疫情过后我们要来求道？我们为什么就是坐困愁城，总是认为这是个难关，总是我们认为现在是疫灾，我们没有办法办到。但是为什么却有人可以突破另外一种想法？他可以打开他的所谓的手机，他跟对方视讯。在座的各位所有的家人，如果你们要想家人，我们现在在家里也都没有事做，我来帮你们送一段弥勒真经。假设送完弥勒真经，我们大家彼此祝福。疫情过后，请你带着你的家人来求道，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你先登记，我跟我同修的佛堂这些兄弟姐妹，我们来为您送一段弥勒真经，让您的家庭平安，让您身体健康，让家人都能够怎么样？所谓的平平安安。好的话，
你来做登录。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可以用视频，我们很多人可以用我们的所谓的视讯，来跟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朋友在视讯上聊聊天、讲讲话。我帮你祝祷，我也帮你祈福，但是你记得平安过后，记得回来拜菩萨。平安过后，记得回来佛堂走走。有机会开个智慧，来加个福慧。各位在座的，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想却做不到？关键的还是有想法，没有什么，没有做法。举个例子来讲，在东南亚以及台湾，目前很容易买得到的香蕉干呢、香蕉干啊，香蕉干是怎么样的做出香蕉脆片？香蕉干是怎么出来的？也就是在过去我们在卖香蕉的时候，香蕉只要有黑点，就是卖相不好，卖相不好就会怎么？就会被当做所谓的次级货，他就随手就不要了，因为没有价码。你看两个年轻人看到遍地的茭龙，辛苦的心血，因为茭龙的香蕉放久之后，有一些还没有卖出去，它就变黑了。这些卖相不好就随便弃在地上，当做什么？当做肥料堆积。每一年大概平均2000公吨的香蕉，根本就是完整的就被浪费掉了。这两个年轻人就想到，为什么不把香蕉晒一晒？也许有另外不同的口味。也就是因为这种想法，创造出现在香蕉干出来了。所以它可以风行全世界，就是一个想法，浪费掉不如拿起来晒干。晒完干之后呢，就可以当做食物，所以它又可以怎么节省食物，它却又可以做出它与众不同的口味。所以在座各位的很多的事情呢，肯做都有机会，不做都没有机会。好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也要最后用几句话来跟大家说明。有人讲这一段话，人生没有最好的决定啊，这段话讲慢一点，人生没有最好的决定。但是你做好了决定之后，记得把它做到最好。人生没有什么样最好的决定，但是当你决定之后，你只有一件事，把它做到最好。各位在座所有的各位前贤们，认同吧？啊，认同吧？我看不到你们，你也拜托你点个头，在时空当中用这句话彼此共勉。我们没有什么叫做最好的决定。决定之后怎么去把它做到什么最好？所以当有一起在看视频的，当有在一起坐在一起的，我们记得把这句话重复一次。真的人生没有什么是最好的，但是只有决定之后要把它做到怎么最好，是我们的决定。各位，今天很多学界的伙食团，各位同学，你选择进到伙食团，你就没有抱怨的理由，你只有把它做到最好，改变它。当我们决定走进道场，加入修办的行列，你就把它修到最好，把它办到最好，不要去跟别人计较，也不要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想得很好，做得太少。所以我们后学才一直有很多的感触，决定了就做到最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视频当中，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跟大家说一说。再用2个字来跟大家做参考，一个是座位的座，一个是工作的作。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题目上来讲这个观念？多少人坐着不工作？多少人坐着不工作？再用一句话说，多少人说了却不做？多少的人？道务要宏展，是每一个人做一点点，他就能够积沙成塔。每一个人说一堆，没有人做，那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做着不如大家把它作为去工作者。与其是说着，不如大家好好去做着。各位在座的所有的各位前贤，应该你也会认同。反省一下，也许我们都是其中之一。做太久了，做太少了；说太多了，做太少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做反思的所在地。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讲。各位在座台湾的朋友们，各位台湾的道亲们，你可以看看为什么台湾在过去冬天
你才可以吃到烤番薯啊。台湾的冬天哦，才有烤番薯，夏天没有番薯烤番薯。那为什么只是一个想法？为什么只有在冬天可以吃烤番薯，夏天没有烤番薯？那为什么要买烤番薯？只有在街头上买，不能够在商店街买？就是这个观念，走遍了台湾所有的便利商店，跟所有的经销通路讲，我来卖烤番薯，你说好不好？我们可以把烤番薯的这个所谓的量做得很大，帮台湾的这些农民啊解决很多的问题。只是在便利商店卖一个烤番薯，可以帮助台湾的这些番薯的农民们解决了1年2000万条的番薯销售，2000万条，那就是个观念啊！不，我们想卖烤番薯，但是谁要去跟通路商讲？就是骑着摩托车，一家一家，骑着摩托车一处一处。我的观念很简单，我要让只要想吃番薯的人都可以买到番薯，所以他就到便利商店。所以我们现在到便利商店买烤番薯，容不容易？容易。他只要买1条的，你可以买1条；买2条的可以买2条。但是那是经过多少摩托车的这些年轻人们，这些创业者，他想到，他却在日晒风吹雨打当中，他一家一家的去说明。当要把番薯卖到便利商店，卖到所有的所谓通商业店里面去，没有人说哎呀，少年嘞，年轻人不容易了。他只讲一句话：试试看呐，你没有损失啦，损失是我而已啦，试试看呐，成功的大家都有口福了，就是这个观点。有没有成功？他真正成功的。所以在座各位浅显，所以有时候啊，想完就要去做，不要想完都不做。或许有一种最深刻的感觉，我们往往会在观音圣诞有一句话：观音圣诞千人什么上岸。我们都会在老母大典讲一句话：为老天尽孝。我们在老母大典，我们大家多办报，好不好？好，大家都会说好。统计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为什么？我们只有说，我们却没有做呀。所以时间也几乎到了差不多。不过最后我要讲几句我要讲的话。如果大家听得满意，他们只给我35分钟。我的课都是90分钟，现在只有35分钟，可能还要再分第2段。假设收评良好，才有第2段；假设效果不好，就在今天做结束。不过不论讲好与不好都没关系，至少跟大家见个面，大家也开不开心啊？开心。在座的各位，有一段话要跟大家说一说。道场最近在讲一日一灾，疫情什么消灾，100万人联署啊，一日一灾，疫情什么消灾。他不是想，他要出去做。所以我要拜托大家，行好，做好。不要只有自己好，为天下众生好。所以请大家真的用点心，100万人一起联署，让我们的愿力怎么样能够撼天地，让我们的愿力啊能够得到老天对我们的嘉许，能够让上天感动，众生共同的反省心愿，让疫灾啊能够消除，让事情啊能够能够平安啊，让我们的人间啊都能够平安安。在座的各位浅显，还有一段话，这段话要请大家跟后学一起说。如果今天这个想法对你有一点点启示，那么再补充，再来做一件事情，好不好？现在请你在心中想一个人，想什么人？你想度的人，想一个人的名字，你想度他。每一个人都在心中想一个人。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想一个人就好。今天听完这节课，有想法，一定要有什么做法？那可不可以？你就有机会真正去做看。这张图卡也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做一个所谓的分享。这张图卡叫做你的想法塑造你的人生，你的做法创造人生的什么结果？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说。最简单的故事说，这种想法如果创造出人生不可思议的所谓的精彩度，那就是台湾的香蕉啊。台湾过去在农业社会，我们的妈妈买香蕉都是买一串一串的，曾几何时，现在一串一串的香蕉很少人买。我们现在都买什么？一条一条的香蕉，在哪里买？在所有的便利商店可以买一条一条的香蕉。这个观念是谁出来的？年轻人创出来的。他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说：“爸妈，干脆我们把整个这个山头上的椒盐，我们全部把它包下来好了。”因为他妈妈讲一句话：家里面种香蕉，种到没有办法生活了，你还要去买什么全座的山的椒盐呢？妈，我们来试试看，交给年轻人来处理。也因为妈妈们相信年轻人的想法，所以他就有一个做法，把香蕉啊一根一根的就在通路商里面去把它作为销售。结果到现在，一年台湾的香蕉可以因为透过我们的便利商店，创造出台湾最大的交融经济利益。各位在座的，这就是每一个人加一就好了。每一个人愿意尽一份心，每一个人愿意度一个人，每一个人愿意带一个人，我们真正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全面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好的话，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东西，我也要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订阅我们所有的 TCDY 啊！我们永远每一天都会为大家做很多的分享，所以请大家订阅崇德青年创出来的 TCDY 啊，开启小铃铛的活动啊，这一个海内海外的各位浅显，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每一天都有很多的视频给大家做分享啊，让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时空看到我们不同的创意。可以的话直接就点阅进去了所以最后我们要以办道的人角度来说一句话：疫情当中关心众生，节关当中要给自己寻功了愿。有一句话大家会不会讲？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前辈都是大功大德，我们往往对自己说后学无功无德。那么为什么一个叫大功大德，一个叫做无功无德？那我们用两个字来说功德，有功才会有德。我们今天想法太多，做法太少，那用4个字我们一起来共勉：建功立德。我们唯有在人间这个社会上，老天需要我们这群人，老天要我们更多的人。我们今天的所有修办人走入人间社会，共办人间善事，让众生脱离劫关，那我们是最好的机会，建功立德。不要只有想法，请大家用一个名称好好记在心里面。你想带一个人，你想度一个人，明天就行动。各位在座的同学，在座各位的道亲，好吗？好，我替你回答，好不好？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什么要积极的办道？各位在座的前贤们，业障来的时候，他不会问你准备好了没有，他不会，来就来了。我们在道场里面有一个特性，你们要晓得，很多的前贤说要开班，为什么要开班？没有人开什么班？各位在座的，找到有人，你永远开不了班，因为决定开班才会有人。办道什么时候要办道？有人才办道，很难，很久才办一次道。定好时间办道，自然会有人来求道。所以想好的很多想法不如干脆就一次来做法。我决定，我想好了，我就定下我的时间；我想好了，我就定下我的目标。我们大家在这个节关中大家去努力。最后很多讲不完的，你看还有好多都没有讲，今天也不讲了。好的话，下次再讲。但是有一句话要讲：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想法太多，不如真正好好去做吧。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想法，真正有做法，好不好？真正有做法。伙食团要好，很简单，不是只有想好，每个人都实践一件事，我们就好。道场要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一点点，它就会好。借用今天抛砖引玉借用今天的抛砖引玉，在这个疫情当中也没有办法飞出去，
跟各位前问安，在很多的空间也没有走过去跟大家问好，借用今天这个时间呢，不论是讲什么，就是一份心意而已，跟大家问候一下，祝大家在节关中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在节关中有一句话要会学说，给众生一道护身符，那叫做求道；给家人一个平安，那叫做带来求道。用这2句话，不论是想的也好，做的也好，把它传出去，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给众生一个护身符，叫做什么？求道；给家人一个平安，叫做带来求道。所以我们一样讲一样的话，我们都做一样的事，那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人间无所不在，视线每一个角落，在不同的空间，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一样在做什么人间的工作办道就是尽心尽力而已，行功立德，建功立德。今天借这个机会问候大家，大家身心健康，每一个的道业都能够增长，每一个道场的道务都宏展。转播的时间就到这里还有问题要问的，后学呢再来直接回答。今天所有的课题只讲一半，有一半还没有说另外一半下次再讲。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经理好，今天很难得平生第一次跟你一起做直播，你也是第一次，后学是第一次，对，所以在这直播平台，后学还是要称后学，还是要称你叫经理？对。那请问你第一次跟家人直播的感觉是什么？非常好。当然也有不同的感觉。讲课对个人来讲，上台就可以讲；直播感觉到比较会有点压力。因为大家有点期待，却又透过不同的，在一个时间，却在不同的空间，大家都在看。另外也有一种感觉，多少人一半就走，还是始终如一，心里面也会有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要凭良心，好好做着，不要走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说，考验着我们大家的一种所谓的耐心也考验着我一份诚心。不过说起来，感觉真的很好了。我应该讲感觉很好，感觉好在哪里？问候大家谢谢大家问候大家。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当了一日网红，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意想不到是刚才2位主持人所问的话，竟然那么没有默契。这个叫做做效果，而且把很多可能大家所观察的很多生活点点滴滴，借用你们的问话也传播出去了，所以自己最感觉到的是，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家人更要战战兢兢，给人家感觉不是只有形象，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还要好好的修办。既然人家都称赞我们这个家很好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对2位马讲师这个称赞有加，我觉得也是感觉到很有荣誉，不过也很有压力，我们继续好就好了，好不好？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觉了最大的感觉。好，谢谢经理慈悲。那接下来线上有一些人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经理，请问马经理还会安排这样的直播吗？有需要就可以了有需要。不过有时候什么叫需要？看点播率才知道有没有必要。所以点播率看的是数字，就对。我这个数字代表多少人在需要嘛关注这个关注，所以关注度要够，好不好？关注度要够。那关注度一够，就有机会看到下一集。不过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数字了，不是啦，是真的大家认为有需要做专题报告也可以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感觉到比较不是那么自在。假设以后有经验，就会比较自在。我就以讲课的模式做专题的分享，
对不对啊？那种感觉可能又会比较自在，恢复到讲课的那个模式会很自在。所以我应该讲，不是数字的问题，是大家有需求的问题，好不好？好。那经理第一次当网红，有这样的台风已经非常厉害，所以台下真的一片称赞，一片称赞。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个人问说，是否可以做一集非道亲也认同的内容，然后让大家邀约更多的非道亲来听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啊，那么也可以用一个叫做非道亲都进来，那我们就讲一些所谓的知识性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啊，也愿意，可以，没问题。那刚刚台下导播有问啊，就马经理未来能不能专门拍一款介绍书的节目？因为大家知道你的书啊，就是非常多本，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用你的推广来认识更多的广大好的书籍。可以啊，只要做好准备了哈。不过时间要先出来，做好准备来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了哈。借用很多的书籍来跟大家做心得分享，那也可以了，这个都没有问题。只要大家愿意了哈，不是说我一厢情愿，是要大家愿意讲这个课才有意思哈。啊，介绍很多的书籍，让大家一起分享，也真的很好。最近就在推广一本书啊，叫做《轮回》啊，28篇的生死轮回。这个书呢，它并不是我们道场的，它是由所谓的后天软谈。他们有一些社会学者研究的，在不同的宗教理论，他们谈到了轮回的定义是什么，结果谈到很生动的生死的态度，所以是目前在介绍这一本，见了面就讲这本书值得大家看。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也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介绍，啊，可以啊，只要大家喜欢，或许都愿意分享给大家知识，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如何鼓励不活跃的老道亲可以出来道场学习渡人跟成全人？这个真的不容易回答了。这个老道亲啊，一定是用情感去带他的，你跟他讲什么道理都不见得有效，用情感去带人，唯有情啊才可以带动人。所以多去道场有活动，就必须把他请出来共同参与啊，这可能是最直接的模式。因为老道亲他不需要听道理，老道亲最重是关心跟关怀。也就是因为太少人关心，所以他认为道场的情谊不足啊，所以希望是大家多用关心的角度啊去带老道亲，可能效果还会不错了，好不好？好，那如何保持出发心？如何重发心愿？天天练着想渡人，就永远不会退道了。你就是天天不想着渡人，不想着办事，不想着参与活动，你就是在出发心就变了。所以只要有想，我有点时间，我想去做这个；有一点时间，我想做那个；有一点时间，我想去，还有谁没有被我关心到的，我想去关心，那就好了。我们就是都没有从内心中真正的去做自己想做的，所以我们原来的出发心就在慢慢淡化中。永远不变的出发心就是自己想做，它不会变；让人家不断的去催促的，它不会长久。想做才会长久了，好不好？这个大概是今天准备的内容。好，那刚讲到马经有讲到一段故事，就是前人老就是有问大家要不要跟他一起出国那一段。那其实后学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后面还有一段马经理刚可能忘记讲，就是前人老回国之后，其实在机场他就好像有点就是情绪激动。这段话因为今天是在直播哈，所以很多话也就没有讲出来。那一次回来之后，创造出了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大物量啊，所以才有1连2次啊，新加坡也好，吉隆坡、阿罗斯塔、泰国，包括港澳啊，1连2次。前人老就1年就到各国去巡回2次。那一次回来以后，当然这个过程中很感人呐。每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前人老都会讲一句话：一路顺风啊，一路顺风啊。飞机起飞就讲一路顺风，飞机下来之后，老人家都会讲一句话：平平安安啊。所以你看我们在那一次转机转多少机，所以一飞机起飞一路顺风，下来就平平安安。所以当我们那一天回到了台湾啊，前人老也晓得在外面在机场外要接机的人真的很多，欢天喜地的要接迎前人平安回来。但是前人老下机后，我们是最后出来的。前人老说我们先围在一起，我跟你们讲几句话。
等一下我们一出机场啊，大家就来接我们，我们又各自各奔东西啊，2天后才见面。等一下出去了，大家都会欢迎接我们，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几句话。这一趟的出来啊，我心里有很大的负担。我的负担是带着你们出门，我要对你的家人有交代。我们跟前人出去的啊，对这几位，我对你们家人要有交代我对你们所有跟我出去的人的所谓的安危，我也要有负担。所以我默默中都求着老天慈悲，让我们这一路平安，让我们这一路啊都能够顺利利啊。总算我把你们平安带回来了，对你们的家人也有交代。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一团今天有勇气，我们一起走过了难关，却创出大雾最大的宏展，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对你们的家人有交代，却对我们的崇德开启了另外一个好像说鹏程万里的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也经得起老天对我们的考验，所以我今天回来也特别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总算带着成果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好慢慢的走出去，接受大家对我们的接机。然后人家在下飞机要对我们讲这段话，当然这段话在当场我们都是眼眶红着困到了泪水滴下来。前人讲，我总算把你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所以我也放下了我的负担，但是却看到崇德最大的成果是在那一年开始来的所以当时其实印象最深就是听到后面这段，其实后续也是蛮感动的。对，前人大德了哈。对，那前道不要太感性了，因为在镜头前面，对两个都眼眶泛红。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有2个小孙子想要透过这个线上的节目帮你献花。我的小孙子，来，大家就2位就一起进来。好，来，好了，这2个来转过来，给大家看来。一个叫做马月彩，一个叫做马志成。来，他们也是很好奇了哈。今天有机会当网红了，好，一家人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大声一点，大家好。好，那他们2位就有准备一首歌要送给他的阿公，好不好？就预备开始。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的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得更辽阔。从今往后，有了钱你带你走，换你当我的宝贝。好了，孩子们开心就好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也是感谢就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崇德人上线的观看，那今天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就直播当网红，对，那也希望还有下次的机会，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可以看到马经理线上直播，那我们就再跟大家预约下一次，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成功，谢谢。